军事基地的军人半夜下河打捞植物，一车车往基地里面运送。殊不知，这些植物全是外星生物豆荚人，只要人类入睡，身体就会被豆荚人掏空，化作米粉。同时，豆荚人会伪装成相同的外貌，混入日常生活。当你从睡梦中醒来，身边人还是你认识的那个人吗？大家好，我是电影迷小雅，今天带你们看历经4次改编的科幻惊悚恐怖电影《异形基地》。风和日丽的一天，女主玛蒂一家开车前往军事基地。她父亲史蒂夫是环保署的，奉命去检测基地的化学污染。车子中途去加油站加油，玛蒂人有3急，下车就往卫生间奔。没想到里面藏着个穿军服的大块头，一把捂住了玛蒂的嘴，还嘟囔了几句莫名其妙的话。有东西睡着了就会来，玛蒂要想活命，赶紧离开这里，不然她就是下一个。玛蒂当然没把大块头的警告放在心上，反而被吓得挣脱出去，大喊救命。加油站老板拿枪去卫生间检查，没有在里面看到大块头，但镜头在他们离开时往上推，说明有东西藏在天花板。经过这场惊吓，玛蒂一家顺利抵达军事基地，通报了身份，军队给他们安排了一栋家属房，2室1厅，2卫还带2楼，一家4个人够住了。玛蒂却不太高兴，原来现在的母亲是继母，看着父亲弟弟与继母有说有笑，这让他觉得与家里格格不入。于是在别人忙着收拾新家时，叛逆的他戴着耳机出门散步，结果误打误撞走入禁区，被值守的军人围着教训。这时一位拉风的女司机经过，3言2语给玛蒂解了围。女司机开车走人时，一块牙齿骨头掉在了地上，这块骨头会是谁的呢？导演在此按下不表。女司机是军事基地老大的女儿吉恩，和玛蒂刚见面就把人往家里带，意思是你这个朋友我交了。吉恩的家庭也不温馨，身为老大的父亲整天忙事业，母亲是个酒鬼还抽烟，经常喝得酩酊大醉，倒头就睡。这天深夜，2个军人模样的人闯入家属区，抓走一个对外打电话的男人。男人说孩子不像自己的了，给闯入者开门的是男人妻子，看来这位妻子也变种了。那边玛蒂的弟弟在噩梦中惊醒，正准备找妈妈要抱抱，哪知撞见爸妈的游戏场景，成长游戏刚施法就被打断。史蒂夫终于注意到外面在抓人。第2天他去见了这里的老大，申请开始化学污染检测。老大有些不情愿，但还是派人带他到处走走。中间有个基地医疗负责人找史蒂夫，表示最近医疗所里的病人莫名患上迫害妄想症，害怕睡觉，恐惧家人。负责人搞不清楚原因，于是询问史蒂夫化学物是否会影响人的神经，让人精神错乱，甚至变成偏执狂。史蒂夫听得有些懵，他只是个搞化学的，又不是心理医生。负责人却不管不顾，让史蒂夫尽快把检测结果交上去。同时有几个兵敲响史蒂夫的家门，以送检测仪器为由要求进去。开门的玛蒂只当他们来办公室，没有跟在后面盯着。转身拿水果的功夫，他听到关门声，以为那群人离开了，岂料上2楼看到老爸卧室有人，正是送仪器的那几位。对方表示仪器要放在卧室，玛蒂还能说什么？他不过是个叛逆期的孩子。另一头的弟弟也遇到了怪事儿，他在军事基地上幼儿园。这天老师教学生们画画，大家低头一顿操作，谁知成果出来后，弟弟的心灵受到重创。同学们的话不能说毫不相干，只能说完全相同，只有弟弟的独树一帜。下课后弟弟赶紧往家里跑，路过的男主提姆见他行色匆匆，好心将人抱上车，还亲自送他回家。家门口男女主一见钟情，弟弟这把月老当得称职。面对玛蒂逃课的追问，弟弟说教室里都是坏人，总是哄着让他睡觉。不过他没细说，老爸史蒂夫忽然回来了，男女主趁机交换信息，相约下次在基地的酒吧见面。机会当天晚上就来了，吉恩上门找玛蒂出去玩，说要去基地的娱乐中心。史蒂夫见吉恩是老大的女儿，认为这孩子靠谱，正好女儿最近烦闷，索性同意2小姑娘的要求，但要在12点前回来。然而吉恩转头带玛蒂去了酒吧，玛蒂还不到喝酒的年龄，可是吉恩与小男友现场秀恩爱，她与男主提姆也春心萌动，一个没把控住点了杯啤酒。正情绪高涨的档口，3个军人进来抓走了一位熟睡的客人，其中一名军人看着眼熟，居然是之前加油站见到的大块头。大块头却对加油站没印象，还劝提姆管好小女友，别张口就来胡乱冤枉人。
提姆带马蒂出去散步，两人在夜色中边走边聊，情到深处打了个波，也就水到渠成了。这边男女主忙着谈恋爱，那边反派大半夜下河捞植物。这些植物俗称豆荚人，他们一车车往基地里运。同时马蒂家也渗入了豆荚人，弟弟半夜睡不着去找母亲，刚巧撞见豆荚人伪装完成，床上的母亲好端端一个大活人化作米粉，橱柜里却走出和母亲相同的东西。弟弟大喊着往楼下跑，哭叫着妈妈头没了。史蒂夫以为孩子做噩梦，追在孩子后面安慰。马蒂与吉恩这时候刚回来，比预定的12点要晚半小时，口中还残留着酒气。史蒂夫见状气上头了，骂走提姆，还和女儿吵架。马蒂一怒之下离家出走，只留下恐慌的弟弟还在嚷嚷妈妈死了。他亲生母亲确实去世了，这句话没能引起史蒂夫的警惕。他今天照常去工作，在储藏室检查化学成分时，一个取货工人操作失误，导致2罐化学药剂泼了出来。一名工人的防护服被罐子碎片割烂，小腿当场被腐蚀，但奇怪的是没有血液流出。史蒂夫发现不对劲，却因为其他人阻拦无法上前查看。他担心基地有所隐瞒，趁四下无人时偷偷返回，剪下被腐蚀的防护服碎片当样本研究。那边的马蒂无路可去，只能去找吉恩。吉恩也遇到了烦心事儿，他母亲原本嗜酒如命，仅仅几天过去，不仅酒戒了，还学会和人打桥牌，这表示吉恩母亲也变种了。马蒂没有在吉恩家留宿，晚上又回到了父母身边。继母好心帮他放洗澡水，马蒂边泡澡边听歌，一不小心睡着了。在天花板藏着的豆荚人伺机而动，伸出一条条触手爬上马蒂的身体，同时继母和史蒂夫玩抹油 play， 史蒂夫舒服地睡了过去，殊不知正中继母下怀。豆荚人的触手通过七窍进入人体，从而摸清人体构造，再在豆荚中仿造个一模一样的出来。只要仿制成功，主体就会在睡梦中死亡，躯体也会化作粉尘消散于天地。父女俩都被触手缠身之际，幸好马蒂从睡梦中醒来，看到天花板掉落的东西，立即赶去喊老爸救命。不料老爸也遇到相同困境，好在没到最后一刻拔掉助手，史蒂夫立即转醒。躲在他床下的豆荚人瞬间萎缩，史蒂夫意识到大事不妙，连忙带孩子们跑路，还不忘喊妻子一起离开。然而这位妻子却通风报信，用言术攻击史蒂夫。我们要跑，跑去哪里呢？史蒂夫被魔咒式的攻击说得痛哭流涕，但他仍保留一丝理智，推开妻子和孩子们跑路。妻子在后面抬手怒吼，整个家属区的豆荚人都被惊动了，纷纷出动追赶史蒂夫。危急时刻，一群人拿枪出来掩护，史蒂夫3人得以躲过一劫。还在睡觉的提姆被枪声惊醒，提裤子要出门查看，刚拿上装备却被室友堵在门口，催促他回去睡觉。提姆觉得这群人魔怔了，凭借矫健的身手逃到了外面。另一边，史蒂夫带女儿和儿子躲进化学储藏室，他想出去打电话请求救援，让孩子们在储藏室等他。史蒂夫摸到了附近的医疗所，刚敲碎窗玻璃爬进去，桌上的电话忽然响了，原来是医疗所的负责人在用电话想接外线发出求救信息，可惜接线人员已经被豆荚人替换，负责人无能狂怒砸了座机，他手里拿着一瓶药，时不时往嘴里塞，药应该是提神醒脑防止睡觉用的。看到出现的史蒂夫，负责人连忙掏出枪，不过在确定史蒂夫是友军后，他放下了戒备，但现在逃走已经太迟了，豆荚人占领了基地，没人能从这地方离开，除非硬碰硬来一场火拼。这时外面有人敲门，负责人让史蒂夫躲起来，来人是伪装成老大的豆荚人，还带了一帮子打手。老大告诉负责人，他们来自外太空，已经有了几千年的生命，在漫长的生命旅途中，他们日渐变得强大，这次来到地球就是想以群体意志消灭个体意志，如此地球才会迎来和平。负责人虽然精神不太好，但没被老大的话蛊惑，最终选择开枪自杀。躲在一边的史蒂夫眼看惨案发生，只能跑回去找女儿和儿子。他说自己知道离开基地的方法，转头带孩子们出去坐车。
一路上没有任何表情，果然骗过了迎面而来的窦家人。可是马蒂却起了疑心，老爸为何不说目的地呢？神情看上去也很陌生，这让他意识到老爸已经被替换了，连忙不顾车速跳车逃走。父女俩争执时，提姆提枪出现。他刚到现场，没搞明白前因后果，但看小女友的言行疯狂，还要自己开枪杀死史蒂夫。提姆一时有些懵，马蒂趁机夺走提姆的枪，对着眼前的老爸扣下了扳机。中枪死去的史蒂夫身体迅速萎缩，他果然不是原版了。提姆随即带马蒂和小弟弟逃走，但他们三个也暴露了行踪。成群结队的窦家人在后面追赶，中途不知为何追丢了，反倒是提姆有了逃跑计划。身为直升机飞行员，他有一架自己的飞机，所以决定开飞机离开。不过窦家人早料到他有这招，在提姆假装出任务发动飞机时，一旁的马蒂和弟弟却被带走。等提姆发现两人已经被送进医疗车了，提姆不忍心独自离去，一路尾随至窦家人孕育大本营，里面全是被强制睡觉的人类，一个个窦家人躺在旁边施法克隆。克隆马蒂的那位已经有了人形，还对提姆开展身体诱惑。幸好提姆是个既爱皮囊也想要真心的，当机立断掐了窦家人的触手，窦家人苦叫着死亡。提姆赶紧带马蒂逃走。外面老大带着护卫散步，指着从身边路过的卡车，口中念的却是其他军事基地的名字。原来窦家人为了制霸地球，准备送同类去入侵其他基地，先掌控火力才能掌控战事走向。提姆和马蒂听到老大的意图，但两人可不能出面对抗，那样无异于送人头。马蒂放心不下弟弟，打算先去找人再溜走。这时吉恩迎面走来，表示看到马蒂的弟弟了。马蒂原本还在装窦家人蒙混过关，这下当场真情流露，卖了破绽。吉恩随即抬手怒吼，提姆与马蒂的位置也暴露了。幸好飞机近在眼前，两人赶紧爬上去。同时爬上来的还有突然出现的弟弟，这个小家伙自然不是本人。上了飞机，对着提姆一顿操作，还试图掐死马蒂。马蒂认清弟弟死亡的事实，狠下心将拥有弟弟外貌的窦家人扔下了飞机。地面的老大眼看飞机升空，信心十足的让手下人别追，就算提姆和马蒂逃出去，他们的话又有谁会信呢？可是他却小看了提姆。提姆曾经参加过海湾战争，驾驶的飞机也是战机，上面装着数量不少的导弹。他与马蒂两人不打算一走了之，在平复心情后决定复仇，用导弹炸毁了运输窦家人的卡车，随后轰炸了军事基地。完事后，两人去了亚特兰大的军事基地，但这里的人是正常人类，还是伪装成人类的窦家人呢？提姆在没有得到命令的情况下轰炸基地，他与马蒂免不了要上军事法庭。两人拿不出窦家人存在的证据，结局不是枪杀就是牢底坐穿。可惜电影没有往下拍，故事在这里截止了，给观众留下了细思极恐的结尾。然而直到结尾，导演也没告诉观众那颗牙齿骨头是谁的，仿佛忘了这个伏笔。不负责任推测，既然牙齿从吉恩车里掉出来的，它的主人大概率是吉恩的父亲，也就是军事基地的老大。所谓擒贼先擒王，窦家人要占领基地，自然得先搞定老大，他们是懂战略的。这部《异形基地》改编自1995年的科幻小说《人体入侵者》。人体入侵者一共改编过4次，分别是1956年的《天外魔花》、1978年的《人体异形》、1993年的《异形基地》，以及2007年的《致命拜访》。最经典的当属1956年的《天外魔花》。除了有时代因素加成，更重要的是故事着眼点是普罗大众的日常，因而更能引起观众共鸣。其他3部改编多少有失天时地利人和，整体水准不如第1部，不过打发时间还是可以去瞅一眼。最后宝子们别忘记给个3连支持一下哦。